啊，OK，今天是2026年的2月13日，这个视频也是一直没想录，或者说一直觉得没什么意思录，但是后来还是觉得还是录吧，因为毕竟，呃，讲这个过程啊，没有什么意思，也没什么用啊，估计视频也没几个人看，但是我觉得还是做个记录比较好，毕竟啊，这个 AI 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啊，今天还是这样，可能1个月以后就会变了，那做个历史的记录吧。那我要介绍的主题呢，就是在前几天我这个 OCR Subtitle 2.1版，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大的版本升级。在这个版本升级里面呢，我们选定了一个文字投票的一个技术，用于把这扫描到的文字进行优化改进。这种优化改进不是通过 AI 的方法，不是通过这个什么语言的前后的这个自然语言的出现频率啊等等，不是根据这些东西做的，啊，因为这些东西做，还需要一些外部的资源库，比较麻烦啊。那么我们回到主题啊，是想说 AI 啊，是想说 AI。现在看右边。啊，这大概这是我的一个，首先给它的一个描述。我说我在 iPad、iPhone 上已经有这样一个程序，就是扫描市民中的这个字幕，但是我发现呢，它这个每一帧图片扫描出来的文字呢会有所不同啊，这个时候就比较讨厌了啊。然后他说他明白啊，他说明白，开始跟我讲啊，这个要做什么事情，怎么样，大概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啊，前面讲的基本上都是对的，啊，为什么说基本都对呢？因为其实我在第二步他讲的太细了，有的时候第二步我们回到我还夸了他一句啊，我说你理解的很好，然后程序做完了 ，Apple Store 上有，现在就是出来的这个每一帧都分析出来的字幕呢，这个文字呢有少许的差异。我举了个例子，我说可能把千日可能会识别成干日啊，千和干很像嘛，所以它容易识别错啊。告诉他了我的这种困惑啊，结果他说我问的非常专业，然后他也告诉我了这种出现现象的原因，他给起了个名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OCR 领域的专用的名字，它叫时序 OCR 抖动啊，它反正有这么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是不是学术名词我不知道啊，我们没查。但他告诉我了这种现象，我一看他讲的是非常对的，就跟我这个想解决的问题是完全一样的啊。紧跟着呢，他就跟我建议了，时间窗口加字符投票法啊。时间窗口，在时间窗口内来判定这几帧出现的全是同一个字幕啊。比如说我从第1.5秒开始，都出现了是7个字长的这样的一个字符。那么一直持续到3.2秒，3.2秒以后没字符了，那我就认为1.5到3.2秒之间，这是同一个字幕。那我把这些帧啊，这个时间范围内的帧拿出来，进行字符投票算法，这样就可以把大量的他刚才前面叫什么名字啊？时序 OCR 抖动，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哎呀，我一看这个算法太靠谱了，很好的哈。然后他还给我讲了很多的例子啊，这个非常细，非常细。前面这一是算法的讲解啊，紧跟着他给了一个伪代码。什么叫伪代码？就是逻辑上可行的代码，但并不能够直接跑的啊，这伪代码。第二层啊，他说结合中文语言，他说否定约束啊，这个否定约束到现在我也没有做啊。他这个否定约束，也许我在下一版本里会做哈，就是他还是要根据一些语言的约束，比如说一些常见的组合词啊，如果扫描出来的发现这个词在整个的大词典里面没有找到，那么他就扔嘛，是这个意思。那就否定约束，现在还没加啊，也许为了插一句，就是我通过这个方法以后，识别率达到了86%左右啊，如果再往高了提，就可能必须加这个否定约束了非常好，他讲的非常好啊。其实我不知道以前我们做程序员的遇到这种事儿都是大量的查资料啊、查东西呀、查别人的东西，上网啪的这查。现在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开发的时候这么开发，拿着手机翘着二郎腿对他说：“
我遇到了什么什么什么，都不敲啊，都直接录音啊，敲啊什么什么，然后一问他就回答啊，你就看吧，你看他给的答案靠不靠谱嘛，是吧？当然说你是完全不会写程序，想做出来呢，我觉得也做不出来，那确实挺难的，因为你自己要判断他哪说的对，哪说的不对啊，这样，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紧跟着呢，我应该第三个问题了。我说我的字母包括支持的这个中文、英文，我也接到过一个越南用户向我反馈识别越南语啊，这是真的，都是真的。哎，它这路线清晰什么等等等等，开始，我们这是越南语，越南语识别起来非常困难，因为它这个字符上面有一个就像咱们中文的这个汉语拼音里边有一个声调是吧？啊喔不是，一啊，那个调啊，这个越南语，而且这个调的不同呢，它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意思。我也没学过越南语知信度啊，好了，好，这里边他说了，字符中日韩汉字这个几类都是叫 C 勾 K， 它是适合用这种位置权重来进行投票的。同一位置呢，看每一帧识别的这个字往上投票，哪个投的高，最后取哪个字这种方式，是不是就肯定全对呢？不是的如果他扫到了5次，3次是铅1次是2次是日2次是干，那么他就会认为是铅这是程序算法决定的，它并不能够就是完全正确。换句话说 ，OCR 本身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延迟确认，然后回填修正，这就后边智能一些了。那后边的功能没做，就已经提高了很多好，到这里我这个是第几个？第4个问题了吧？我设计一套多语言字符投票对齐投票的完整数据结构他开始干活了先给我画了一个架构图，就是大概告诉我要用哪些的这个对象要用哪些对象，要怎么样。其实他这儿设计的不太好，我觉得还没有我自己进行这个变量命名结构体设计的好呢好了，好像我后来没理他我干什么了呢？我给他贴了点东西，我记得是就都在讲算法讲算法。好，我还没有，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用苹果的这个 OCR 的这个 API 的时候，拿到返回的东西呢是有点少，因为我没有拿到每一个汉字的位置然后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呢，他还告诉我说我的这个苹果的这个 API 用的还不够通透还有个地方你没弄这个告诉我了一下子，我觉得这个太牛了，这个 AI 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很强大给我兜底儿，不用兜底儿，咱们解决了就 OK 了。好，好，到这儿其实这个对话和前面差了1天嘛，这是我已经把这个数据结构写出来了他直接就读懂了，他知道我要用这个数据结构干什么他全明白了他说这个 bounding box 这个我得分开来的，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个指纹然后他很清晰的意识到我要用 OCR segment cell 来进行相应的处理这因为我这里写了一个数组segment items， 他显然明白我想用这个 items 来存放每一个汉字，他明白了你看他直接就推荐了我说你这个应该长这个样子还要长这个样子最后我不是做的这个样子这个不必完全听他的这个因为我以前也有过一次就是完全听他的，最后也编译不出来这没办法还给了很多建议没听他的这个地方。好，我告诉他了 OCR 是什么一个是这就完全他这可能是一个确认一下而已好这我告诉他了我的这个 OCR segment cell 的数据结构这个 boarding box 他完全读懂了，很好好，
OK，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偷懒了啊，我告诉他我要干什么，让他给我写一个这个函数。他写的函数我基本上就拎出来就贴到我的程序里面去啊，只用做非常少量的修改就可以执行好。这些代码啊，它包括这是权重投票啊，投票的这个函数都给写好了，很棒。好，然后我告诉他，你给我写这函数我不太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你这函数呢只有一个输入啊，这个返回都少，所以我跟他提要求了，我说我要用传指的方式，你要给我返回这个数组的最终的字幕的内容、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信息，哎，告诉他了，然后他紧跟着就给我改了，哎呀，这个传入的数据，然后传出的这个字符串 out test 和这个 out start time out end time 的传指方式传回来，很好，写的很好。这个函数我就直接用了啊，还给我了一个调用的例子，干得不错。然后他也有提示，他每次都会告诉我啊，我还可以给你做什么？可以做升级版吗？哎，那咱就做了个升级版啊。这些函数其实我在刚开始调试的时候根本就没理它，到后来有一些 bug 啊，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才细读里面的这些函数，写的质量不错。好，OK 完全的这个完全对齐。这是第3次了吧？第3次写这个代码了，我给他提了一些要求，让他改改。好，好，到这儿了。刚才那个投票函数呢，它没有返回error，就当这个送入数据有严重错误的时候，它没有返回 error，所以我给他又加了个要求，他又写一遍啊，真是不厌其烦。我觉得我要是带个小徒弟，这么让他改来改去，这小徒弟早急了啊，这个比较难对付是吧？但是这个 AI 还是很乖的啊，很听话啊，不断的夸我呢还。好，这句话呢是因为呢。我把它前面提供的函数啊那些东西塞进去以后啊，有个报错啊，这有一个不完整，然后让它重新写一下啊，写的还是蛮漂亮的，是吧？这个写的很好，啊。好，这个是有一个 bug 啊，这个编译直接不通过，我告诉他了啊，你看他又写一遍，挺听话啊。这个地方必须得强调一下，就是这是我的一个调试啊。调试的过程中呢，我告诉他了，啊，应该是得这个，结果你给我输出这个，其实这是因为年它有一个错位，小小的一个错位，啊，结果呢，他给了我一个错误答案，啊，错误答案在这儿呢。直接完成版本，保证对齐投票，去掉重复字符。它的去掉重复字符是什么意思？是把年直接删了一个。但是我告诉他这不对，这个方法不可取，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用 AI 的时候，只是一味的顺着现在这个 AI 往下说 yes yes yes，其实你是做不出来的，你可能还得明白他在要什么，然后他是要怎么实现，他实现的那个每一个步骤的点到哪里应该做出什么来，下一步应该怎么样，每个阶段点是什么样子的，应该还是很清楚才好，对吧？所以这个地方要强调一下。好，而且我让他开始写改进版了，但你输出别给我改，因为我自己当时已经在写了一部分代码了啊，又开始干活啊，好乖啊，迭代速度也不慢。OK，过，到那儿了，到这儿了哈。好，OK，这时候我又给他提要求了，因为他原来这个投票的时候，根据 x 轴进行这个坐标投票，应该允许一个阈值啊，就是允许一定的误差来投票，所以我让他加这个变量啊，这应该也是加完了吧？哇，现在这个开发人员真的是越来越舒服了，基本上就只用跟这个谁啊，跟这个 AI 对话，然后拿东西去调试一下 ，OK。哎呀，越来越轻松了，不然的话，这个效率提高1倍肯定是有的了，啊，
你看我这里告诉他，第一个 OCR 结果只有落的原因是字幕在视频中渐变清晰。哎呀，这个原因其实是这个 AI 不知道的，是我告诉 AI 的，是因为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那个当你显示一个字幕，从无到有显示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慢慢的清晰的过程。那么当我拿的这个字幕视频每一帧的时候，那可能第一帧或最后一帧，因为它在渐变的过程中，所以我拿到了一个半透明的一个字幕啊。所以我告诉他，在投票也好，在取这个标准的这个投票基座的时候，都不要用这个首尾帧啊。看，哈哈，他理解了啊，他首尾帧不要，所以他改进策略了。他改进策略用置信度总和最高的一帧来作为基准帧啊。后来证明这个方法是不错的啊，基准帧改了，不要用首帧和尾帧。我觉得这就是既有自己的调试，真实数据的这个评估，然后跟它进行连续的交互，它就会那啥啊。你看我到这儿就更懒了啊，我这个直接就让他给我写东西了。对他的了解以后，我就越来越就是把他能干的活儿让他干，我就不敲字儿了。后来有些特别简单的函数我都懒得敲了哈。OK，啊，这又发现一个问题，好，我们快一点，我觉得这个太细了啊，因为核心的结构已经讲完了。我挑一两个后边的严重的问题啊，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后边有一个 bug， 调试的时候呢，他居然说这是啊，这是另一个啊，这是他帮我写这个软件的说明啊，中英文都要，他给我写说明啊，写的还是不错啊。直接我就用了，这个直接就用了，很好。No guarantee 啊，这儿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开发人员都不会干这事儿，我就说的很直接，我说我这软件呀要写一句话，表明 OCR 本身并不能完全正确提取其中的文字，没有 guarantee 啊，没有担保，但我想写婉转一点啊，帮我搞一搞，那结果这家伙写的多么婉转啊！通过光学字符识别技术从视频中提取字幕，识别结果受画面质量、字体、语言及视频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好像是一句陈述句，其实就是no guarantee 啊，没有保障。OK，这是干什么啊？这是我以前写的软件说明，然后让他给我润色一下，你看这是好了。我还没说要干什么，他就懂了，然后什么一堆资料叨，然后就给我改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好呀。你看，段落也排好了，是吧？然后好多用的这个时态不对也都给纠正了，比这个反正比找一个翻译要强，我觉得啊。好，这是干什么？来跳过这个，时间紧张就是我问他问题吧，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地方必须得讲，就是他居然怀疑苹果系统有问题啊。后边很长，确实是一个函数使用起来不复杂，但是想那啥了，哎呀，不好找，找不到了，好长。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发现有一个该有字幕的地方没有字幕，然后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哪些调试，做了哪些诊断，他呢就不断的缩小这个范围，最后他说他搜到了，在这个Stack Overflow，然后在苹果的这个讨论社区都有提到，有部分的 OCR 识别结果是没有的，是一个错误，但是我让他查苹果官方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法，他没有。最后呢，他帮我写了一个测试程序，就是这个 str test detail 这个测试程序，我们用10个线程，然后对同一幅图像进行文字采集提取，结果跑了1000次，全部都正确。后来我说这不可能是 OCR 的错呀，不，这不可能是这个苹果 API 的错嘛，结果他还是没有办法，因为输入输出都考虑到了。所以这个错我准备再做另一个视频，然后找 Apple 的这个技术支持解决，因
现在就差这么一点点，挺可惜的。没别的意思，就是记录一下到2026年2月13日，这个 AI 所具备的能力啊。我觉得看到 AI 能这样呢，自己也感到很怎么说呢？很兴奋也好，很那啥也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惧怕这个 AI，因为他们取代了不少程序员的岗位。但后来我发现，哎，我这样半路出家的程序员其实不怕，因为我做项目管理出身啊，所以在软件里面，在每个节点设这个检查点，然后能够具体找到错在哪里，让 AI 再去帮我改这个局部，这反而是更容易的。就怕那种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一路跟着 AI 走，最后你走不出来结果，这就比较可怕。另一个就是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总是觉得有几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但现在看这几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不行了，律师和医生。就记录到这里。